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厚之，大家好。好，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你觉得对黄昌、黄子昭跟所谓的狗仔集团之间到底有什么一些关系？这个案子一路的往下延烧。当然，对于华林光复这件事情呢，还是今天虽然不是假日，但你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产值超人涌入，台湾的爱心一直不断，大家希望能够尽快能够让光复能不管是中秋节吧，或者接下来的一些日子，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一切的生活。当然，到底责任归属怎么样，也必须要追查。当然，昨天包括国民党的议员钟佩君在节目里面讲这样话，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待会听看现场来宾大家对这个的一些的看法。好，那如果讲到黄昌总召，那今天当然还有回应了一些，包括这几天大家在质疑到的，包括严家105仓库案，所有相关的这些，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黄昌总召正面回应所谓的相关狗仔相关的一些问题。来，因为林传媒本来就要收摊了，他们钱早就烧完了，在媒体界，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吧。是，没错。台中105号码头案，从头到尾就是我们协会把它调查完成。那个时候跟林传媒合作，那当然林传媒后来找谁写稿，我没有多过问。不会啊，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了。我再强调一次了，我当初就不是立法委员。我已经回到民间社会，我已经都多次讲过了。我们那时候在查案子啊，是不分颜色的。任俊，那这算是黄昌最正面回应相关的一些的事情。当然，他也告诉你，包括严家的那刚刚讲105号码头案这些东西，对他的意思，他强调的是他是协会，查案不分颜色。那会不会影响到蓝白合致？后面跟他讲，他当时就不是立法委员嘛，而这整个事情的进展，包括中央社今天对那个记者谢先生提告，所有这一切的发展，看起来火势一路在往上烧吗？我先讲，因为谢兴恩是今天上午的时候，中央社表示说要提出背信等刑事的告诉嘛，另外是不是有损伤这个所谓的中央社信誉的问题？另外还会有相关民事的部分啊。黄国昌对这个东西有发表评论，他说有胆就冲着他，对啊，不要告你小记者。黄国昌讲这话就有点怪，你又不是中央社的员工，他怎么冲着你啦？就是他今天在这个地方担任正职，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用化名的部分赚领稿费。因为刑事告诉最大的状态就变成是说，他既然提示刑事告诉，那检方可以进入调查。你到底在中央社任职的期间里面，有多少的稿子是你用萧依依的名字来露出？那会不会有些稿子其实不是你？你就还一定会去查嘛？所有萧依依的稿子你这个兼差几份，兼职几份，搞不好还有跟别人的合作。因为你如果去看萧依依挂名的那个稿子，有些写的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写新闻有每个人独特的方式啊。那有些新闻看起来这个写的方式不同，画家都会讲说那叫画风一转，就写的不太一样，不是你平常会撰稿的模式啊。那这个当然进入调查完了之后，我相信这个未来大概不管是如果有起诉我会怎么样那个大家就看得出来啊。但黄国昌今天又把自己在往上推高了一个层次，就是我今天是一个民间人士我就是在查弊案，我就是怎么样。我先讲就说今天社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是你要查案子，他能够用查案子这件事情当一个大帽子，然后我到处跟吗？我举个例子我们司法单位应该是国家赋予公权力的，司法单位有没有说我今天因为我要查案子，我就可以无限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也不行吧？对不对？最经典的就是当年王金平那个案子嘛。你去给人家挂线挂立法院总机，结果各个委员的那个都听得到，那个也被骂翻嘛。就说如果连被国家赋予具有调查权力的，他都必须要设限。那黄国昌说，我用一个民间人士的身份，我可以大喇喇的，我要干这个，我干什么？因为我跟你们档次不同。
我觉得这个就会受到质疑跟挑战，还是你觉得所有的这些规定就跟柯文哲一样，这叫人间律法啊？那个检察官讲的嘛啊，你无视人间律法，你们规定归你们规定，我要查什么，我要做什么，我都随便。民间人士按照个资法来说，公务机关及非公务机关在收集个人资料的时候，应该受到相关的限制，请立法委员去看一下。好，回来今天。他今天把这个105号的那个码头的那个案子就拿来说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协会在主导。今天黄国昌把他的这个协会又上升到了一个我们就是揭弊，我们就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外界其实一定会非常好奇，这个协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理论上面来讲应该希望让大家知道。就什么东西是我协会揭发的，这样大家才会闻风丧胆，对不对？只要听到哇协会来查我会怕我呀。可是他所有做的，按照黄国昌的说法，是我们做完的时候，我们就给媒体去报。那给媒体报也没有关系。我就问一下，请问你透过这种方式丢出去给媒体去写的东西，有哪一则写过？这个是由你口中的那个什么公益揭弊什么保护者吹哨者协会，吹哨者保护协会，人家全名要讲对。不是连他自己都不讲全名了，他一直在那边吹哨者保护协会，吹哨者保护协会。你前面的那叫公益揭弊，你为什么都不讲？这是两件事吧？吹哨者保护我们也赞成啊，对。但吹哨者他是不是包含到说我今天这个大量的养狗，而且这还包含到政治人物因为你今天有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说没有啊，当时在弄的时候我不是立法委员，你知道他就强调这件。那你在干立法委员的时候，你有没有继续搞这个？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刚才大家是在讲105号，所以他讲我那时候就是民间人士，但是最起码王一川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啊，他是立法委员，王一川的时候，什么也不是，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补上，他是政策会执行长，没有，他是还没补上，对啊，他这还是他才是民间人士，是，就是那这他讲105的时候是说我就是一个社会回到社会的民间人士。那在王一川这件事情怎么解释这些事？就在当立委以后怎么解释？现在大家在质疑的所有讨论的是，当政治人物一个政治人物立委啦、议员啦，所有这些跟狗仔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到底该怎么样？不是单纯在讨论一个105而已啊。同样的意思嘛，就是说黄国昌第一时间被问到，就是说他愿意出来回答，就是为什么这些狗仔他口中所说的调查员跟你有关。大家如果回想一下，民众党还有黄国昌他们当时的说法是说，因为黄国昌被跟对不对？反收证，所以我是要反收证啊！你就问嘛，你反收证，你就收证你口中你最不喜欢那个媒体的老板你去收证他。王一川什么身份？他是一个民进党那个时候就常当电视然后顶多挂一个政策会执行长，都还没当立委嘞。你觉得他也不碰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他压根没想到会有一个被这样子拍的人会去提告，因为通常都是被算了，我就真正嘛，我们做我们就代志对吧？就红灯左转嘛，就认了这样子。那谁知道他真去告？好，回来今天讲那个105号码头了因为黄国昌说法是说我全部对你刚刚那个对，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在做。这个林传媒陈生清因为昨天是讲说陈生清有证实。不过今天他的前总编辑蔡日云今天也有发嘛他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丢资料过来，但资料很多都错的，甚至提到保和会，因为黄国昌那一天不是开直播吗？讲说什么友台什么跟保和会，然后黄国昌说我也不会因此而去连结，没有你就是做了连结你都讲完了好，蔡日云的说法也是他说黄国昌就丢出来。然后写了几个公司名称，然后用黄国昌善用的连看，然后就把它连起来，就说这个就是有关系他说他们自己还努力的去查证，结果发现错误百出。后面还讲的最经典的一句，连 Google 都不会。好，那我不管。为什么？因为昨天黄国昌也说桃园农地那个是他揭发的，有一个叫林涛的，那是我，不是他，是我先弄的。就你把所有东西都拉出来，没人懂。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回到这一个了当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尤其他现任是一个政党的党主席，被涉入到说我是不是大规模的去这种跟监，而且我必须说实话一般来讲你要就像检方办案，你也要有一个线头嘛，你有觉得线头讲今仔有人该监视一下
你现在看起来有很多东西是你漫无目的，是刻意要跟。我就讲哦，如果他那个柜子，因为他那一天有去那个大家有找到那个影片嘛，他秀给陈志安看嘛，那个柜子满，他很骄傲嘛，哎，赶快把那个名字码起来啊！请问他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人？哎，我不相信你一组可以搞这么大一个，而且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查不到，那些东西你留着干嘛？如果你不是金主。他今天讲说，哦，我自己贴了很多钱，哦，你们都不要怀疑，我清清白白，我所有协会那个东西都是交给会计师去签证，不要再给会计师找麻烦了。全台湾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懂会计师签证，好不好？会计师签证就是你今天跟我说，哎，我今天这个收多少，支多少，交给会计师，会计师这样，哎，查 ，OK， 没问题，他就签证了。会计师签证就是你今天跟我说，哎，我今天这个收多少，支多少，交给会计师，会计师这样，哎，查 ，OK， 没问题，他就签证了。这个做法，请去看一下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里面，端木正怎么说的。我没有负责他里面的细项啊，我就拿送过来，我对一对，我就这个跟你那个所有的来基金白有什么差别？根本没无关。我觉得他就是善用弄一个包装，但他真正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是不是再继续下去？很简单嘛。你觉得你在揭弊啊？你说什么哦？因为我是这样干，所以你这个组织你是不是继续下去？你是不是继续招兵买马？你是不是继续在找人不断的去跟？只要你认为说我是要接他弊案，我不管他有没有弊案，我只要跟久了，我一定可以找到弊案。这个对台湾来讲，我其实他另外创造了一个大家去思考的空间，因为台湾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过。只要有被涉及说你今天有去跟人家，只要政治人物哦，今天政治人物 A 去跟政治人物 B， 很多人在这一条线上面都会认为说这个就应该要被讨论了哦。更何况你是大规模的，如果你今天去跟民进党去跟因为看起来国民党他们也跟了嘛，他今天很骄傲的讲105号，对啊，就我啦，就我啊，我也不知道他跟严宽恒同台的时候，在那边力挺台中优秀立委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严宽恒现在心里作何感想。但问题回来了，那民众党的呢？当时在黄国昌口中的88会馆的弊案的时候。黄国昌是如何质疑那些政治人物说你有进入到88会馆的，每一个都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柯文哲说清楚讲明白的方式就是林传媒的报道，柯文哲说啊，以后不要找柯文哲吃饭，为什么？柯文哲5分钟就吃完了，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做说清楚讲明白啊。88会馆的这件事，黄国昌视之为他的协会在揭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案子，所以他一直讲啊。请问为什么柯文哲这个5分钟吃完了什么都不知道，你给他过？你的意思是说，应该要再往下追问，不要告诉我5分钟吃完饭，要告诉我是为什么去碰了什么人，在座有哪一些人，是这个意思啊？不然弊案在哪里？你黄国昌不是揭露了柯文哲有去88会馆吗？在那个时候你还没加入民众党呢。而柯文哲从头到尾对88会馆的说法就是这几个字啊。你黄国昌不但给过。后来还把柯文哲视之为你政治路上面的盟友，后来还加入了民众党。那我就问一下嘛，你们一直认为88会馆是一个按照你们的讲法，按照当时的这个林传媒的讲法说，你看啊，这个地方涉及有什么违法啦，地下会对嫌犯主嫌啦，私人招待所什么的，你把它讲的这个地方讲的这么万恶，结果你现在心目中的那个神，当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5分钟就吃完了，什么都不知道。你都给他过，你为什么不往下追？你还参加这个政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对一般有想法的人都会认为，黄国昌你对这些东西你应该讲清楚。但我认为他现在主诉求的对象其实不是我们啊，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黄国昌啊，我干嘛说服你们？我再讲破嘴你们不会相信，所以他开始所有的态度都一样。我不是都讲过了吗？我再讲一次，他所有的表情都这样。为什么？他不需要跟你说，他只要告诉他的支持者，我黄国昌做的事情是对的。至于有没有违法，有没有道德，不好意思，那是你们一般凡人的想法，跟黄国昌的支持者完全无关。今天在场，刚好3位政治人物，3位资深媒体人，
这整件事情牵扯到政治人物，牵扯到媒体，牵扯到整个台湾政治的这样的环境。黄国昌这整件事情，大家在检讨的过程当中，就是政治人物跟媒体跟所谓的狗仔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分际？资金的来源到底会哪？黄国昌跟你讲，他都是贴钱在做，所有东西在揭弊的那个过程，什么样的原则可以，什么样的原则不可以？3位资深媒体人，3位政治人物，刚好在切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映出国内各方面。但是你有听到有包括刚任俊讲说，黄国昌有一些支持者有讲说，就是要这样揭弊啊。民众党委员也有人跳出来讲说，这样子才能够让政治人物有自我约束啊，才能够什么什么。国民党也有委员也是讲，这样才可以约束政治人物所有一些的行为。是与非之间，有人严重比拟到了跟当初美国的水门案。那有人在这件事情，我会讲，那有支持者说，那拍掌叫好，都有。3位媒体人先来吧，明凤，这件事情，因为它牵涉到媒体到底应该怎么样，所谓的第四权该怎么自处。黄国昌就信誓旦旦告诉你，他刚所有的回应你都听到，包括他没有回应的部分，大家在追问的部分，来，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分2段。如果他没有立法委员身份的时候，他的确是可以参加很多的这个调查或是什么东西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他2024年之后就已经担任立法委员了，他还养一堆狗仔队去跟踪他的政敌，这不是水门案，这是什么？这就是昨天有一个人在这边讲说这不是水门案，但是这个就是明明的水门案，就是尼克森在对敌手这边装窃听器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不用他也不用这么混淆。我们没有责怪，我们没有很多的究责在于你是素人的时候，那个协会揭弊那是一回事。对，那你想想看，你2019年也是当立委，你揭发国安私烟案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自己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呢，就把资料送给法务部去处理了。那你就是知道你本身是立法委员，就像陈水扁以前揭发很多弊案一样，他就开很多记者会，他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声量。他因为他选台北市长，为什么选立法委员这样？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你还记得你当年是怎么讲赵少康的吗？你说，这个赵少康在这个他的2021年贴一个文说，当时的中广董事长跟 TVBS 节目主持人赵少康跨越了媒体与政治应有的分际的那条红线。今天我们就是问你嘛，你做了一个政治人之后，你为什么还去掌握了所谓的媒体的这个权利？你也是跨越这条红线呢？说实在的，我昨天跟一个狗仔很有名的狗仔同台，他说任何人爆料都是会有个动机。要么就是太太报复老公的，要么就是朋友报复谁，那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查证，需要去真实嘛。就是说你照到陈时中的那张照片，你有没有去查证跟他吃饭的人是谁？但是你讲出来就是说，陈时中喝花酒，什么一堆人就是穿了什么。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觉得你这种已经弄了这个做了这个跨越了所谓媒体跟政治的红线。而且是做了这个政治道德最破了政治道德底线嘛。就是我说尼克森要下台，你也应该下台，我原因就是在这里啊。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还派人去跟踪你的政敌，这种东西你觉得严重都要下台？这不是严重吗？这不像警总以前在跟踪那个在野党的人士一样吗？那他一说他是没有权限的，对你只是你是没有那个国家权，他们是执政党的国家权限，对，你是国家权限，但是你用钱去买通了嘛？那你也不是做一样的事。尼克森可能我也不晓得他可能用钱又有国家的权利，可是你也是一样啊。反正政治人物去跟踪，那我们反过来讲好了，如果王一川派个人收买一个狗仔队去跟踪你，黄国昌，那你觉得你黄国昌会告王一川呢？来，或者。主持人刚讲到第四权了，所以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就是说你既然叫第四权，你就不是 under 任何人了。然后这个也不是蓝绿的问题。我先讲，就是说刚讲到黄一川跟黄国昌的例子，你黄国昌不是立委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政治人物，也是我媒体要监督的一部分。你王一川到那时候到底是政治会执行长还是立委，对我媒体来讲其实是没差的。所以你黄国昌也不要讲说那时候我不是立委如何。那我也必须要讲，这个也不是蓝绿的问题。我先讲，
林传媒的为什么刚开始的起身炮是什么？就是105号码头。好，105号码头当时打的是什么？打的是严家。好，如果没有105号的码头的案子，中二补选不是长成这个样子。好，那时候严家应该不会输的。好，那时候打105号码头的时候，我们做媒体就觉得很怪，因为没有人这样打的，人家马上就要选举了。好，没有一个媒体 take side 这边死咬着不放的，那时候就觉得很怪。那时候林传媒刚创刊的第一篇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样一炮而红。然后那时候绿营的支持觉得林传媒还有 guts， 包括严家都如何，对不对？那现在你回头去讲，同样一个林传媒，同样一个黄国昌啊，但是那件事情就是你就是做错了，因为105号码头不止政治而已，它中间还有商业利益，对不对？它中间还有商业利益。你黄国昌那时候跟陈升金那时候到底为什么去打这个？你这才要讲清楚。你一个媒体为什么会被人家被 under 人家被人家指控，被人家拿来做什么就什么？日云是我从刚开始跑新闻，我们是一起经历法院，我认识他30几年。好，这种状况他们就也做得很辛苦啊，因为林传媒当初的状况就是2套系统，一套是自己的记者正正经经跑新闻啊，一套就像谢兴恩这种特约直接上到陈升金啊。然后突然间就丢下来跟你说这个东西要做啊，媒体刚成立，你叫蔡玉仁怎么办？刚成立那个社长突然跟你讲说这东西要做啊，你告诉我怎么办？是我们以前是没有正常是没有这样做法啊，但是好像也没有不可以啊。事后大家才觉得说这中间有问题啊。当时的林传媒的董事长叫做徐忠雄啊，徐忠雄好第一次兼任一个媒体的董事长，第一炮是台中红派打黑派。说他这边出来之后他就辞职啦，做不下去啊！不要说原本有没有恩怨，国民党的人都要看你都在看说啊，你今晚写的送啊。好，那这中间有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你本身你为什么找媒体记者？结果今天他如果去找狗仔不是他如果找征信社是一回事，好，跟找记者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中间第一个林传媒是你一个媒体，好 under 人家，那中间还有很多记者扯在里面，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追下去，不会只有一个谢兴恩呐，因为听到还有其他同业。你如果是说你今天没工作，好，你说我专门帮黄国昌做这件事情，没问题，没有大问题啦。好，那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工作的情况下，你再去兼差，好，那又是一回事。那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工作的情况下，你再去兼差，好，那又是一回事。告谢兴恩这个东西在全所有媒体来讲都是这样做啦。好，没有媒体可以容许你去兼差的。你说你偶尔私下写外稿那种东西，大家抓不到就算了。你现在的状况就不是嘛？你拿着中央社的招牌去做其他人的事情，这是没有媒体可以忍受的啦。那我就讲说，现在要看的说其他同业。还有没有这个状况？但黄国昌的问题在于说，你当初是进步挂的，你是太阳花对不对？你太阳花精神导师他现在在跟你讲，我就是在揭弊呀。你接不是你接一个政治学者，你连所谓的媒体跟政治界 ABC 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不可以这样做吗？你揭弊我又讲了，你今天去找，你揭弊就自己开记者会嘛。刚刚讲，其实很多立委都这样干过。即便他去找征信社，我都没有意见呐。好，因为那个是纯粹刑法上面的问题啊。好，没有政治伦理或者新闻伦理上的问题。你现在找记者就是我刚讲的方便啊。第一个记者便宜嘛，你是兼差你不用给那么贵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你被抓到的时候风险小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吗？那你今天黄国昌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吗？当初太阳花这么多人跟着你出来，你今天回头做这种事情，你还跟我讲说，还理直气壮说我在揭弊，揭弊不是这样揭的，而且中间这么多案子里面，我刚讲了，中间还有商业利益的，好，还有政治利益的。当初的时候，你当初帮着绿打蓝，现在回过头来到了白又去打绿，对不对？所有东西都完全站在你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当初的时候，国民党也是在野党啊，对不对？严宽恒也是在野党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找到这边去？你如果说我都揭弊啊，我都专门找绿的，
那是那一套理论嘛，对不对？但你当初也不是这样干的，所以我今天就讲说，这中间媒体自己要自己去检讨了。黄国昌的部分呢，那就大家自己去看嘛。你们当初太阳花这么多人都跟着上来，大家今天回头去骂他，对不对？你就是这么表里不一啊。太阳花啊，来亮君，现在看到你看这件事情从开始，王一川那时候拿到不起诉处分，然后开始针对这些开始慢慢一点一点丢出来的时候，黄国昌的回应大家都还记得，就什么秀下限、王羲之什么，大家从来没有正式回应到任何一点。但是显然现在一路，包括现在中央社告了谢谢恩，他直接出来跟你讲，你们追杀一个无辜小记者干什么？有事冲我来。他现在所有事情都有事冲我来，他也把他自己的标准，刚才有人讲已经拉到了道德标准上面的所有的阶壁，他也不去跟你讨论第一个他的身份到底在什么时间有不同，他也不去跟你讨论。当然这他自己也许有商业秘密或什么，他也不去问。有人在质疑，因为包括民党在质疑说有没有港资的问题或什么，他也从头不跟你讨论这些，他也没有直接大声的告诉你说绝对没有，如果有我什么时候也不会，他不会跟你讨论这些，那你们能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这个黄国昌的这个跟监集团现在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大家其实都讲了，在政治伦理上面，其实就已经到了大家变成大家没有办法互信嘛，就是说今天如果黄国昌这么做，他拉到揭弊的层次，如果大家觉得要把这个事情拉到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可以这样，每一个立法委员都可以这样子花钱找公司嘛，然后跟媒体合作嘛，跟记者合作嘛，然后去跟拍每一个政治人物嘛？就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跟监跟跟拍无差别，然后长期的这样跟监行为是监督的话，那未来台湾的政治环境会变什么？就大家就变成扒粪文化嘛。那反正我就连你要闯红灯，然后我把这个影像丢出去，那反正这整个就非常的没有。那你要不要解释啊？因为你有没有听到，包括他的支持有跟你讲说，这政治人物才会约束自己啊。这对于台湾的政治环境才会变好啊。有。其实老实说，我听到蛮多的声音就是有一些人在这个新闻在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冒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民众讲说。你们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出来，你没做坏事，怕什么就不会怕被拍嘛？我觉得这个在大部分的民众，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吸反射的反应，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黄国昌他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大家群起挞伐的原因是什么？是他当时在做这个事，第一个是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立法委员，他能不能继续做这个事情？我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个。打破整个政治环境跟生态文化，完全就变成扒粪文化。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他去透过这些记者，包含这些记者他是中央社的记者，然后呢，他甚至是在外面兼差，然后甚至他还化名成为其他的记者身份，然后来去。报道不实的资料，为什么我会讲说有报道不实的资料？我跟大家回顾一下，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谢姓记者这个谢姓记者他当时在大家知道说他另外一个化名叫做萧依依嘛然后他当时在《民报》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做了一个独家的新闻，这个新闻里面提到说，哎呀，当时台志光事件爆发嘛然后呢里面就包含说这个有很多的标案，其中呢包含林长佐呢。也收了台志光11万元的政治现金，一直说蓝绿跟台志光感情都非常好，但实际上是什么？真相是林长佐在当时2020年选立委的时候是付了11万给台志光，是林长佐才是台志光的金主，当时为了要接这些网路，而当时林长佐的办公室是有去函要求这一位萧依依来去更正，但是有没有更正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想要把这一些所有的他去挖这些东西，然后试图把这些事情挖出来之后，把它变成政治风暴或者是政治斗争，甚至还用错误的讯息，然后最后不更正的手法。他是用这样子的手法来做政治斗争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是群起挞伐，大家觉得非常不可取？再来就是你这也会破坏媒体的独立性。今天你一个立法委员，你去跟这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去，当然如果你是合作正向的报道没有，可是问题是你这一些我们讲说不实的报道或这些跟监的资讯，到底对整个社会公益有什么样的帮助嘛？所以我觉得黄国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你
现在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政治伦理有问题，第二个是我觉得黄国昌到现在仍然没有解释的一件事情是资金来源从哪里来。他之前自己讲说，哦，他自己贴钱啊或者什么的，那没有资讯、没有资料嘛，哈，反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得有供出来，然后就说，那你贴钱，你自己付，从你自己的账户里面付了薪水给这4位哦去跟拍王一川的狗仔，你可以这样子讲啊，你把证据拿出来啊，你把汇款记录拿出来啊，如果你要自清说你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做这件事情都是你自己付出，那你拿出来嘛。那如果不是的话，到底背后的资金来源是哪里？而且我们其实在先前的节目，大家就有提到说，这包含除了明报、林传媒之外，还有包含凯斯国际很多这些跟黄国昌相关的公司，资金来源背后的这些薪水是谁付的？我觉得这是黄国昌现在必须面对跟解释的问题。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跟监行动，把它美化、提升层次到是揭弊的话，以揭弊为名的跟监的话，大家能够买单、能够接受的话，那这在未来台湾的政治文化在整个伦理上面跟互信上面会荡然无存啊。元之，蓝营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针对这件事情，当然我刚才有讲，有一些个别的政治人物有提到一些说什么可以约束政治人物啊，这个有什么不好啊，什么。那你知道大部分的蓝营的政治人物对这个态度会怎么样？黄国昌接下来会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因为当北检因为已经中央社提告了谢谢嘛，黄国昌接下来会不会就讲国家机器又动了？接下来又是另外一股政治追杀，对民众党前主席追杀完了，接下来会不会追杀民众党的现主席？因为包括媒体人像那个杨明也讲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一些法条的一些事情加进来的话？会不会又在这？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民众党的支持者就会觉得你们真的是冲着我们民众党来吗？我觉得这个我只能代表自己啦哈。那基本上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嘛。那民进党当然因为很不喜欢黄国昌，所以什么事情他有做没有做，都算到他头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影射啊，黄国昌是不是拿了那个港资嘛？然后呢，哇，是不是要用反渗透法去办他什么之类的？但事实证，经济部就已经出来讲了啊。那个他没有任何的侨外资啊，然后黄国昌说他跟媒体有合作，但合作他是协会合作嘛，那协会是来自于捐款嘛，还有他自己也有贴钱嘛，啊，人家就有讲嘛，但民进党当然不会接受啦，民进党因为说啊，你一定有中资怎样就骂嘛，那我觉得一分证据一分话，有证据拿出来，没有的话不能乱指控别人嘛。第二个，黄国昌有跟那些记者有合作，但是不代表说那些记者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黄国昌指使的。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黄国昌他现在有承认的部分是说他没有调查案子，而且是不分蓝绿嘛。像105码头那个是严家的，那个是国民党的，他也是做嘛。那至于说大家讲说他有没有跟监政敌，就找狗仔去跟监政敌，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啊。然后有人去问说徐小新跟张思刚说，那你们那些爆料是黄国昌给你的？张思刚说他根本也不认识黄国昌啊，那就是民众传email给他。徐小新也是讲啊，徐小新也是讲说他也不认识黄国昌啊，我就问过他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徐小新不认识黄国昌，没有那个时候，那个他拿到爆料的那个时候他不认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说黄国昌指使狗仔跟监政敌，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啊。有的话拿出来一刀毙命嘛，但是就是没有嘛，所以只好用影射的。那影射黄国昌已经婉约的承认了，你还影射？没有啊，他是说他们是去调查案子嘛，但是他有说他跟进了哪些案子是他跟的，哪些不是他跟的，他也没告诉你啊。但是你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嘛？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这。今天大家在谈论的就是说，好，你今天用跟的方式，我不知道他跟了多少人啊，我也不知道原资有没有在他跟的范围里面，我都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亲口说嘛啊。但我必须讲就是说国民党现在面对到被跟的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讲说啊没有关系啊或干嘛的，跟了就知道有没有关系。113年5月23号，国民党几个立委跑去报案。国民党几个立委跑去报案。为什么报案呢？这边有事由，因为有民进党的助理在立法院的2楼，因为那是记者采访区从上往下拍到国民党立委在看手机。国民党立委去提告
妨害个人隐私。你们对这种事情拍到你个人的时候，说这个叫做妨碍其个人隐私啊，而且啊，该妨碍秘密什么的，你们都去提告，报案单在这啊。结果现在因为一个我不知道说为什么只要国民党碰到黄国昌的议题，你们没有证据了，你们完全不一样，我完全不懂，我完全不懂。一个我觉得就事论事，如果今天国民党的人会认为说可以啊，黄国昌这个又没有隐私，那没关系。你们以后被跟标准也比较高，你们以后被跟就不要出来叫，好，你们以后就不要去叫，这样 OK 哦？我还是这样强调。我觉得有的人也是对国民党的标准很高，对民进党标准很低啦。我觉得也是这样。这没有什么标准高不高的问题，因为提告的是你们，不是他拍手机。如果今天有人，我告诉你哦，我明白的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对我，我也会去告。我也会去告，所以同样的，证明说黄国昌去拍人家手机还是侵入人家家庭吗？去搞你们的严宽恒，去搞这些，你们不是去替严宽恒讲话，你们反而就是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了打国民党，有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个人的选票跟希望得到民众党的支持，所以只要民众党说什么，全部都是对。我觉得这不叫做就事论事，从以前到现在，很多的议题都是这样。如果说要扣报纸的话，很难讨论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拿证据出来嘛。那目前为止也没有啊。所以现在反而是说有一些自己发生的事情跳出来说这个是戒严，像许志杰说哇这个是戒严，戒严是执政党才有办法戒严呢。黄国昌有办法戒严，就算是黄光拍他有办法戒严吗？许志杰当时发生什么事？许志杰他们民进党立委啊一直讲说财阀法只要过关，国家垮啦，就他在立法院里面不开会，跑去跟吴乃仁吃饭。然后号召一些青鸟在外面抗议，自己跑去吃饭，然后被拍到说啊这个是戒严。我觉得民进党有些立法委员的反应也是很奇怪啊。然后再来就是好啦，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认为说政治人物不可以利用媒体去什么打击政敌，那民进党你们自己也检讨一下好不好？在罢免期间，多少民进党政治人物报假消息给名嘴，让名嘴去节目上带风向，然后节目也不求证，然后就打1-2个礼拜，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啊。还有一个民进党发言人不是吴峥。后来骂黄国昌说黄国昌很邪恶啊，你怎么利用媒体这样？这个发言人就是到处包打听，然后随便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就道听途说，然后在节目上面然后乱讲一通，胡说八道。有的媒体是配合他报道啊，这个难道不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带风向去打击政敌吗？而且连查证都不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攻击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检讨一下啦。如果你们认为这样不 OK 的话，那你们也不要利用媒体。在那边操作这些东西，带舆论，然后攻击政敌，讲别人很会讲，那自己嘞？亮君要不要先回应一下？我觉得这个比喻是有点不太适切了就是说在这个政治的攻防上面，大家有来有往，在政治基于某些事实的上面，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评论，各自不同立场的这些评论跟判断跟政治攻防。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在讲黄国昌的理由，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让大家觉得很奇怪，是只针对特定阵营。因为你看到现在包含说这个，因为王一传有去提告嘛，所以才去浮现出这些狗仔他可能跟黄国昌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这才发现说，过去被拍的或者是林传媒所爆出来的这些相关的新闻里面，都是针对谁？都是针对绿营的人。然后呢，又爆出来的人都是谁？又都是国民党的立委。所以就是说，你说那这一些到底彼此之间他们你说这个徐小新说我不认识啊，这都民众提供给我的，那这个民众是背后又是谁？因为民众可能有黄国昌的朋友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要的是黄国昌出来讲清楚、说明白。我觉得国民党也不用在现在这个时候直接贴上去帮黄国昌讲话，因为黄国昌，我必须说啦，黄国昌这个人是怎么样，你们接下来会慢慢很清楚啦，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啦。他会不会其实他也有跟国民党的人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在只要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大家都应该要齐声挞伐。更何况他是破坏了这个媒体作为第四权的独立性啊，我觉得是很过分的事情。欧志哥回应什么？没有，我要讲的，我觉得还是媒体的问题啦，就是说黄国昌今天他踏到的是政治人物跟媒体那条线。你说今天不管你各个媒体自己 take side 也好，或者什么之好，他没有直接的交易嘛，他不是说我直接 under 你，我直接指挥你，我直接给你钱嘛，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啦。所以今天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是问题的根本，就是你黄国昌堕落，有媒体配合你堕落嘛？我就讲，我刚刚讲了，其实这边现在不只是大家讲那几个记者，我现在听到的还有别人啊。好，那个接下来才是问题，那个啊，不是那4个还有啦。不止记者，不止啦，那个中间你媒体不能安得他，因为他是你监督的对象嘛。他即便他不是立委，也是你监督的对象。那至于黄国昌适不适合跟监，或者说适不适合拍手机那件事情，我讲那就单纯多，那是形式嘛。你们大家自己去告嘛，你们有本事每个人都去跟嘛，对不对？你跟我也跟嘛，那个很单纯啦。讲句实在话，那就是形式上的问题啦。有本事大家都去跟嘛，大家都会怕，那没有什么不好嘛。只是说你黄国昌原本是精英的形象，原本是进步的形象，是不是要掉到这个层次？你人设转不转得过来嘛？对啊，将军，这里面好，到底跟了多少人，拍了多少人，拍了哪些阵营，还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大概只有黄国昌自己知道。是，刚才讲到低潮那么满，对吧？低潮那么满。刚刚讲88会馆那件事情，人权的质疑是说那样的回应，以揭弊的角度可以过吗？因为88会馆的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不是那时候被写出来的时候是在讲说什么高阶警官跟黑道进出什么这些，以柯文哲当时的形象，你很难想象他会去。那人据刚刚讲说那样的回应，黄国昌会让过吗？有人在讨论这所有事情的过程的时候，提了一个清朝的百官行述，听过吧？听过。百官行述，康熙那个时候，一个官员把所有的其他官员的所有私下的事儿，全部都写在要干什么，就是好用的很。你们大家什么时候要对我有什么？俞北辰来，我在某年某月，你有一个什么？这就是百官行述。后来这要讲，后来康熙叫那个时候是雍正是4爷，叫4爷康熙叫雍正跟年羹尧去查了以后引起轩然大波，杀了一堆的人，到最后百官行述拿到以后怎么办？决定烧掉。因为你只要看完以后，这整个政坛风风雨雨，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管这，但对黄国昌来讲，那接下来呢？甚或有人今天在讲，所以为什么昨天阿北去开庭？有人直接那个记者在旁边问，那阿北，那黄昌到底有没有跟你什么什么？阿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讨论，不止黄国昌，政治人物跟刚才或者是讲说，跟媒体跟所有这些。那以后到底会是什么一个景象？我先来厘清一下哈，黄国昌这次陷入的是揭弊还是跟监？其实我告诉你，其实跟监是揭弊的一种手段。我要去跟嘛，我发现了这个事情可能有弊端，所以我派人去跟。那跟监出来之后，最后他的出发点如果是揭弊或者是维护正义，这个跟监，我就想大家不会去讲。当然，我揭弊的一个卖毒品的，或揭弊了一个去做儿少虐待的，我也是跟监啊，跟到之后我揭发，这是为了正义，是为了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性，我觉得这没有人会说他不对。可是如果你跟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政治斗争，那就不允许了。我举例来讲，我们是议员的地方，我质询一个局长，这个局长很多事情，我觉得你的做法我很不满意，可是呢，你又找不到他的问题，我派人去跟他。私会小三，或者是红灯右转，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不名誉的事，我就拿去，那个局长，你要不要听我的？不听我的，给你揭发。这不一样他在政治上，在公共事务上的处理，他没有逾越任何的问题，他的私德有问题，那我可以用他的私德去逼他公共事务就范嘛？这就违反了道德的底线嘛。所以我说跟监是执行揭弊的一种手段，可是你利用跟监的手段去执行的不是揭弊，而是要揭发人家的隐私。我插一句话，将军，您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如果以那种案例，对，它不是道德底线而已，那有刑法的问题，那是违法，那会有刑法，那就是违法了。各位，那你想想看，这种所谓的用人家的隐私、不名誉的隐私来就范，让他从事政治或公共事务上的就范，这刚刚律师也讲，这违法。这就是跟监跟所谓的斗争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那大家认为黄国昌他做这些事情，到底是揭发公共正义、维护正义，还是要逼对手就范？这就有黄国昌知道啊，因为他去跟了王义川，他也没有说不是他跟的哦，他也没有说是他跟的哦，他只是说他秀下线，王羲之秀下线，他有没有说那根本不是我跟的？
那4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你去问他是不是我跟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秀下限。那4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你去问他是不是我跟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秀下限，王羲之乱讲，你们不要随他起舞。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所以到底是不是不知道？黄国昌很简单就说不是嘛，你们不要冤枉我，他也没讲。那不爽你可以去提告，他也可以这样讲啊，他没有说。另外我讲合不合法？如果说你今天是公益揭弊，你真的是他讲说叫调查员嘛，那不是狗仔嘛。如果真的是调查员有公家的调查员，法务部的，那也有私家的这个所谓的侦探啊、征信社调查员，这个都要经过报备。那你所找出去的调查员有没有？有没有？还是你认为他是调查员，是他执行的是狗仔是跟监？这点他也没讲清楚。第3个，受益者，你所跟监揭发出来，最后受益者是公众，是弱势，是整个社会。我告诉你，给你鼓掌。那如果受益者是你自己，或是某些特定的政治利益团体，这不对，这不能被接受，这就叫做政侦，用跟监方式来政侦。那我讲，最后我总结一件事：揭弊是光明的。我透过跟监的手段，我揭发了一些不公义的事，让这些被欺负的人、被虐待的人，或者是一些贩毒等等不法的手段公诸于世，让社会回归公义，这是光明的。可是你这种所谓的政治斗争或跟监政敌，那不光明如果光明，黄国昌早就承认了啦。如果今天是光明的，哇，黄国昌因为跟监破获了这个台中105号码头，他就说对，是我跟的。他为什么就承认了？不是我讲，因为立委打弊案这件事情，从当初现场几位资深媒体人，大家就从当初陈水扁那个时候打很多的弊案，然后一路把自己打上了总统路，所以立委要打揭弊，如果要是今天打弊是，包括我不晓得南部有没有什么光电弊案，假设哪个立委对去在立法院开记者会揭发这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掌声。如果有弊案，对，一定会有掌声。那个当初超丝鸡蛋在野党一直不断的在质疑这些，其实除了检方调查，如果要是有任何立委有任何资料开记者会，有任何弊案的话，大家一定会有掌声。但因为这次，我觉得那黄国昌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到底目的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讲嘛，跟监是手段，你的目的是公益揭弊。还是政治斗争，这是黄国昌去厘清的。那你说最好厘清的方式，就是王一川问这4个人，你是不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说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就好了？你怎么会用那个秀下限、王羲之？你不觉得很怪吗？然后我讲这个跟监如果不是揭弊，而是政治斗争，这是政治判死刑你会对你的所谓的信任程度，没有人敢跟你交朋友。没有人敢跟你交朋友。我今天跟这个国民党很好，明天就跟黄国昌跟讲林传媒一模一样。他本来就没有钱了，他要收摊，他要倒闭，他要收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以前跟他合作关系良好的媒体。他今天讲出来的话是什么？他本来就该倒了，跟我什么关系？那如果有一天国民党出了状况，黄国昌会不会这样讲？国民党本来就很烂了，你找我干什么？那完全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打个比方，国民党没有很烂因为原资还不错。对，那黄国昌这种人设会变成什么样？你知道？没有人敢跟他结盟。没有人敢跟他结盟。我跟你结盟，好的时候你把我当兄弟看，坏的时候你就把它摊出来说，你小心一点，我手上有我的低潮很深啊。现在柯文哲心里是不是这样想？到底我在黄国昌那里有什么东西啊？谁帮我探听一下？所以他今天问他说，哎呦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蓝白阵营现在你问到蓝营都跟你讲说那个方向不会变啊。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揭弊跟这跟监中间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刚刚主持人讲的，不管讲超市也好，讲什么疫苗也好，就揭弊是针对事，是嘛？他一定有一件事，你要去想办法。是针对一件事嘛？以前的立委揭弊不都是这样干的吗？没有人是满街去找一个东西啊。不管是黄国昌讲的也好，或刚叶委讲拍手机也好，那是针对人。而且所以这个会引起大家不快嘛，因为你现在的状况不是
不是在针对事情嘛？我业员之间看剧看什么关社会公益什么事情？你最后这件事情是做不了新闻，只能用一些小花絮去曝光，然后去造成个人的损害。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不对。黄国昌今天如果是针对事，好，你去请征信社跟监，我真的没有意见。你只要不要扯到我媒体上面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看起来中间有一些好像不是。你怎么？我应该这样说了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举国民党立委的那一段，因为很简单嘛，我刚刚讲的那一句，因为可能刚刚的那个混乱啊，如果今天拍我也会告，就很简单。但问题今天讨论的事情就是刚刚猴子讲的那一段嘛，那我是不是代表我只要没有把它公布出来，我到处收集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我觉得今天社会讨论的是这件事，包含黄国昌那个满满的柜子，还跟陈志汉讲说：“来，你看看这边，但是记得帮我把它马赛克，因为这些都不能讲，因为这些都是我在跟的，我在调查的。”我觉得现在问题其实讨论的点不是大家公布或公布，我就讲他公布他开记者会啊，他真正揭发了，我觉得大家给他拍手叫好啊。监察委员他们去滥用公务车，有谁替那些监察委员讲话的？没有吧？双标在哪里？那件事情，黄国昌你们谁去踢爆，我们也肯定啊，我也不会去追问说，谁给你资料，你为什么这样？现在问题不在于是他揭露，他真正跟公益有关系的事情揭露，我其实觉得民众会有一条分界，会去分辨。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然后在不公开的状况之下，我收集到的资讯我放口袋，我不跟你讲，这就刚刚主持人问的嘛，那到底要干嘛？黄国昌的说法说，那种什么低级的那种我不碰，什么立委什么谁怎么样外面乱搞了我不碰，对啊。丢给别人，丢给其他人，就不是透过你的嘴，不是透过你的手，然后我给别人。那你说你又没有证据连接他的不是这批人都跟他有关系嘛？是还要什么连接啊？我都不用连接啊。黄国昌自己出来讲说，那个记者非常优秀，今天那个离开的是中央社的损失。黄国昌说，今天中央社有胆就冲着我来，不要去欺负小记者。你在讲什么？你又不是中央社的员工。他今天告他背信，是告他说你在我这个单位里面，你给我去外面兼差吧，搞别的笔名，这完全不能类比不过这个过程，那就包括你说像林楚云委员讲，就是大家有很多时候是连演都不演嘛，就是你同样一个号码，然后去用2个名字，然后去问人家这些，就谁看了都会知道，但就是表示过程当中大家也不用遮掩这些吗？或是刚刚讲到说，你现在回头去爬书。那有很多在林传媒出来的一些报道，我记得那个陈佩琪，那个买房子那件事情，是不是也是林传媒有？对，是。就你现在回头去美，大家就在讲说，可是黄国昌是不是真的表示他是道德高度到了，所以他眼中没有敌跟友，没有什么颜色，就只要有人他觉得不对，他都这样。还是那篇文章其实不是他给林传媒，是林传媒自己报的，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真真假假、是是非非都已经搞不清楚这些状况，大家现在把所有这些跟这有关系的都拿出来，但是只要是这样，好，就算你说那是林传媒报，跟黄国昌没有关系，但柯文哲跟陈佩琪只要听到最近的这些所有事，包括刚刚讲88会馆那篇，心里不发毛吗？对啊，而且刚刚其实吴哥讲的没错嘛，就是现在大家就黄国昌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彻底让大家对媒体没办法再信任了。所以你会觉得林传媒这些所有爆出来的报道，是不是背后都可能会有黄国昌的跟监集团的影子嘛？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去挖掘这些新闻事件，或者是它背后有什么其他的目的？那当然，再来就是说。这个陈佩琪去看豪宅这件事，我认为这当然有这个新闻，一定是这个陈佩琪跟柯文哲一定也都知道了。就是说，大家最近在讨论说，是不是黄国昌也是派人去跟他们？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我在很多节目上都讲过，就是黄国昌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朋友非常少，我可以说几乎没什么朋友了。那他跟大家彼此之间的信任，大概是建立在。大家都不断的让黄国昌变成一个最正义的形象。如果你可以让他变成这样的话，那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那如果是基于这样子的形象的话，那很明显的就是为他自己个人，不是为了公益。那如果要衬托他自己的这些公益、公正的这些揭弊的形象，如果他可以正确的使用的话，
我当然觉得也很好。那之前这个 KCI 调查局也有调查说，这个有台北市有议员啊，然后去跟市政府来修法，然后针对这些赌博性电玩等等的然后来去这个开后门。那我觉得如果像这些你去揭露，那这是好事情。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如果只针对特定的阵营，又或者是你是把无差别的跟监，或者是你这些狗仔这些记者放出去之后，大家各自收集这些东西回来，然后到有一天你想要对付这个政敌或这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又或者是再把它去放给其他他的黄国昌政敌的政敌，然后来去做爆料，也有可能是这个事情。那就已经整个政治生态里面信任就荡然无存，而且我必须说，黄国昌在接下来，他可以讲说，林传媒这个他早就要收摊了啦，又不是我害的。那他会不会在未来讲说，民众党早就该收摊了啦，阿北都贪污了，这也没什么用？会不会他未来也会这样？所以你说黄国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跟人家做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平等的伙伴关系？我认为，其实我是打上一个问号的。明凤，你觉得阿北跟黄国昌之间的关系会有任何变化性？我觉得阿北看到一定是很惊讶啊，一定是很心里很毛啊。我觉得黄国昌，你要么你就去弄一个媒体做董事长。那你就可以揭弊啊！我们今天受到第四权保护啊，对不对？可是你不应该做政治侦访。你刚才讲的百官行诉，在现代来讲就是政治侦访啊，对不对？那你现在一个立法委员去派人去收一堆资料，然后呢，你也没有具体这个王义川涉及了哪一个什么贪污案或者什么的弊案，你就一个小9天连续跟他那么久，那你只发现他左转闯红灯。这个是有什么公益性吗？闯红灯当然是要罚款啦，但是这是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种人是，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很难，就说这样爆出来之后，我觉得你们蓝营的人咬着牙这样子合作，可是蓝营到现在，你问所有人，原之刚才蓝营的蓝白合的方向不会改变，对不对？也不会因为这些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啊。他们都一直讲到，不是我跟你讲，这只是一颗种，他们不希望蓝白合。这是一颗种子嘛。就像你现在柯文哲会不会马上改变跟黄国昌的关系？也不会，但是种子有没有种下去？有啊。那严清标会不会种一颗种子在上面？你或是严宽恒会不会种个种子在上面？一定也会嘛。这个都是慢慢在发芽的。原之刚才蓝营的蓝白合的方向不会改变，对不对？也不会因为这些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啊。他们都一直讲到，不是我跟你讲，这只是一颗种，他们不希望蓝白合。这是一颗种子嘛。就像你现在柯文哲会不会马上改变跟黄国昌的关系？也不会，但是种子有没有种下去？有啊。那严清标会不会种一颗种子在上面？你或是严宽恒会不会种个种子在上面？一定也会嘛。这个都是慢慢在发芽的。那这种东西都是事出有因有果的，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好，大家只知道说他去拍这个88会馆的事情，那如果你现在证明这个林传美不小心爆了这个陈佩琪逛屋子的事情，也是黄国昌弄的。如果我是柯文哲，我一定100%的怀疑你是不是有嫌疑啊？那搞不好严传媒就很冤枉说没有，这是我自己家里跑的新闻或怎样。可是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啦，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政治影响度，然后这个虽然齐凯说这是非常健康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这是咬着牙说的。那有一天黄国昌也跟着你，然后派人也是跟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健康吗？你当时我们在解除这个戒严，要求废除警总，就是不要政治侦访嘛。那你媒体是归媒体的这个，因为媒体它的权力本来就是有限，所以我们可以但是你一个政治人物就跟媒体结合在一起，这个权力就大得不得了了，什么东西可以跟你抗衡？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做，我们这件事情把黄国昌的人品讨论黄国昌的人品，真是讨论小了。他这个东西是很大件的丑闻，好不好？这是很大的台湾政治界的丑闻。OK。
来，戴元志，你刚刚讲其实是因为绿营就是不想蓝白合，所以刻意在这里面在兴风作浪。我觉得，因为他们就不喜欢黄国昌嘛，所以他们当然打的就是会无限上纲。因为有很多人也不喜欢傅昆萁啊，诚如我刚刚讲的，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乱骂傅昆萁啊，对啊。诚如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现在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很多都是用影射、用连的嘛，没有看到一刀毙命证据嘛。那你说他做的事情跟拍手机，我当然觉得不一样啊。如果黄国昌拍人家手机，当然我们也要谴责他。当然没有啊，对啊，谴责拍手机这个是违法的嘛，拍手机妨碍秘密嘛，24小时你拍手机妨碍秘密嘛。但是黄国昌，就算大家指控他那个事情，连沈伯洋都说没有法律的问题啊。沈伯洋讲说黄国昌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函涉，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做的事情没有符合刑法的要件嘛。可是你说他拍人家手机有没有妨碍秘密？人家的秘密，你从上面这样偷拍，那当然有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没有妨碍秘密吗？啊？黄国昌做的事情没有妨碍人家秘密吗？如果说有拍人家手机，或者他侵入到人家家庭去拍人家身份证，或者是当然就违法，那当然你就可以谴责。可是现在你举一件嘛，他有没有拍人家手机，或者是他到人家家里去偷拍嘛？举一件就好了，我就马上谴责啊。但也没有啊，也没有嘛。所以现在就是都是用影射的嘛。那至于说你说这个蓝白合到底怎么样？确实，以前的立场跟现在本来就不一样了嘛。对，黄国昌以前还骂过韩国瑜嘞，对不对？他还说过，对啊，他要让国民党什么，对，这个都有啊，这个都有啊。但是现在的蓝白合基础不建立在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嘛，而是未来蓝白要组联合政府，要做的比民进党还要好嘛，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因为民进党骂他们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蓝白合。那当然，除了大家讲说对黄昌总召来讲的话，这整个所谓的狗仔疑云未来还会怎么样一些延烧，但是我相信全台湾所有人的心，大家一定还是在光复上面，因为希望能够透过所有大家不管是产值超人，全国各地的一些爱心，能够尽快让光复能够恢复正常一些生活。但当然遗憾的是。往生的同胞18条人命是没有办法回来，失联的希望能够有好消息。而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包括大家在讨论中央地方之间，从事情前面还没发生在以前，包括大家所有的不管是监看，在所有的监管撤离，所有这些责任归属怎么样，这个当然有人讨论。可是因为花姐已经介入，大家就在讲说这一部分当然。在政论节目上面，还是希望能够尽量做厘清。可是，在救灾的过程当中，已经在救灾了。那现场看到，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那怎么样能够有秩序性的资源不浪费性的发挥到极大化？那当然，在昨天在我们节目讨论的时候，国民党钟佩君议员有提到一段话，就是有关于不管是中央啊、地方啊，包括便当啦，包括当时撤离的一些状况，所有相关一些讨论。那在这2天引起很大的在不管是你看到所有的媒体上面大家的一些讨论，我让观众朋友先回头看一下，在昨天的那节目里面，那钟佩君议员是怎么说的？来。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争执，那1万个便当浪费掉多可惜？县府怎么样没有把这些便当送到人民的手中？但我就问一句，目前为止，不管是灾民或志工，有哪一个人因为没吃便当饿死吗？没有。但是有人因为中央政府荒腔走板的撤离，带走18条人命。我觉得若方刚刚他是偷换概念哦。你说这个在20号开会之后扩大了这个疏散的名单，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确实有扩大。从什么样扩大？从45人扩大到600人啊，有这件事情有做。但是从600人扩大到8600人，不到24小时之内，哪一个政府插了翅膀可以做这件事情？来，亮君。这件事，因为昨天在钟佩君议员讲这个的时候，当然现场所有人大家的反应也很强烈，是讲说这一段跟着他刚刚讲到，那中央是不是因为撤离，然后那18条人命谁要负担？那为什么大家就在现在还在讨论便当或什么？大概有这样一些意思。可是对我们大家讲是说。不管是什么，现在是在讲救灾的时候，资源不该浪费，应该要让所有救灾的人也要有体力，尤其灾民也不应该饿。可是这显然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在所有的媒体上面烧得非常厉害。我觉得听到这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冷血的发言啦，哈，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一些志工朋友，他们为什么会非常急切，然后在媒体受访的时候，他们去讲出说，这个受到花莲县政府，然后这些物资被挡，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困惑。那
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呢？在当时哦，这个义主团总共有100多名的志工，刚开始去到花莲的这些全台湾各地的产值超人啊，去到那里刚开始只有1-2千人而已，后来越来越多人去，而且根据这个交通部的统计哦，到光复乡、光复火车站下车的人已经破万人了，就是每天这样子。那所以你说现场的这些志工朋友，然后亦或是在光复乡以及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这些便当、这些餐点，要怎么样来去处理，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时100多名的志工，他们要准备2万份的便当。那我想在当时所有的这些爱心跟资源涌入花莲的时候，我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地方父母官，应该要欣然的收下，并且感谢所有的这些志工伙伴，而且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统筹所有的这些他一级的主管、局处主管，然后把这些相关的资源，是食物的、物资的、工具的，或者是人力的，来好好的来去做分配，然后将这些大家的爱心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中。那今天你去讲说，那有人因为没有吃到饭而饿死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冷血的话，就是。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大家那么多的爱心吗？那反正大家其实也都有吃饱嘛。那这些便当被卡住了，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说法会让人家觉得不寒而栗啦。那你当然要去讲说整个救灾跟就是在前面撤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想现在地检署也已经介入了。在当时，其实你也看到说，最近这个受访大马村的村长，他也提到说，他也是一户一户的去把这些村民叫出来出去避难嘛。那在当时为什么在整个县政府，因为所有的撤离都是由地方县政府来负责，那如果是由地方负责，当时的执行状况是怎么样？那这是接下来在地检署要去调查的部分。那现在的救灾，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好好的把资源分出去。而且我今天看到就是这个啦啦队这个韩国的李多惠啊，他自己也到了花莲，然后来去帮忙清这些淤泥，我都觉得你看连这些不是台湾人的这些朋友也到花莲去。这个时候，所有的物资涌入，我们应该要深深的感谢。怎么会去讲说啊，这个又没有人因为这样而饿死？那你把这些大家的爱心，然后在那边从早上6点就开始备料，然后煮菜、煮便当的这些志工朋友当成什么了？我觉得是很过分、很冷血。那元真比较冷血是王定宇吧？在关键72小时的24小时之内，就说要丢出杀伤力的讯息，然后林淑芬还在那边唱和啊，就说对啦，要整理那个死亡分布图啦，不要太文绉绉。所以在24小时内，民进党想的就是杀地方政府啊，到底是谁冷血？国人的不幸的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故，然后对他们来说只是冰冷的分布图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攻击的啊，所以冷血的是民进党啊。钟佩君，我觉得他也没有说什么饿死怎么样，他没有这样子。我觉得他的一个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他原意是说，当然大家可以讨论这个便当东西，但是大家更应该关心的是，到底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嘛？那最近有一些资料显示，其实中央确实有很大的责任，因为那个在8月11号的时候，那时候地方政府跟中央开会啊，就有像光复乡乡长或者是在地人就有提出说，因为那个堰塞湖有2个缺口。那个缺口一定要把它封起来，一定要把它封起来。后来中央做法是用沙包去堆，然后果然就是后来这个水量到大增的时候呢，就是从那2个口泥沙就从那边出来的。那2个口，一个是对的佛祖街，另外一个口就是对的中山路。那2个地方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可是中央那时候就是用沙包啊，他没有去把它封起来啊。还有就是在撤离的时候，其实地方有跟中央讲说到。一开始反而是建议说可不可以用防空警报，那当然不行嘛，空袭警报，然后说不行啊，这个跟空袭无关。后来就建议说，那可不可以用海啸警报？那本来说 OK， 后来也不了了之。那你说一天内要他们地方政府撤离从600人到8000人，那光复乡或其他乡，他们人力就有限，像光复乡的消防员13个而已啊。其实他们之前开会也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李鸿源现在被民进党认为说是很厉害，因为他提出了预警嘛，就是说这个要扩大撤离。那李鸿源说，如果他自己是那个指挥官的话，他第一时间如果告诉地方政府你要从600到8000，那他一定会协调当地的军团或什么之类，因为他知道地方人力一定不足，一定需要国军或什么去大量去协助。所以这个本来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可以讨论，我就是钟佩君讲的是这件事情。
那至于说大家要讲那个救灾，我觉得中央有很多地方可以检讨。他现在中央因为到花莲成立一个中央协调所嘛，前进协调所，现在今天还是昨天才把指挥官换成纪连成，他是政务委员，而且他是陆军中将转任的，有救灾经验的。你今天一个指挥官当然是要因为协调各部会啊，你协调什么意思？协调就是说。光救灾，中央部会有的跟内政部有关，有跟农业部有关，有跟经济部有关，有跟国防部有关。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有政务委员层级的人去做协调嘛。那原本是谁？原本是经济部次长次长要怎么样去协调这样各部会？你一开始不是开玩笑吗？好，然后这个纪连成政务委员讲什么？他说他会以2016年高雄美浓地震，他那时候总指挥，他会用那时候的经验来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所以他立刻就讲说要节制志工。就是说到时候志工来先跟指挥官报到，然后呢，到时候他们会用军卡把志工载到，就是需要去做分配。可是之前有在做这个事吗？没有啊，所以志工很多到了现场，就是也不知道要去哪。当然有的有找到，有的也是没有人在指挥啊，就变成说民间先行，然后政府跟上。所以你要检讨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检讨，然后再来。因为王定宇有下指令了嘛，说要杀伤力嘛，一堆那种谣言一大堆啊。讲到便当，有一个谣言是讲说什么花莲县政府为了要图利自己人啊，跟自己人买便当，所以故意把什么义组团的物资挡在外面，让义组团少煮一点，然后他就可以跟包商买便当，然后结果那个便当根本不是便当，是谁买的？讲那个包商骂那个包商是花莲城隍庙啊，他说我就。因为他们主要讲那个便当是这个叫做乐海排骨大王嘛，他说这个乐海排骨大王就是城隍庙结合了中华城隍文化总会50间城隍庙共同出资去买的，3天买了7500个便当，为了要攻击花莲县政府，其实打的是城隍庙。然后城隍庙最后他说我看了有一段话，觉得很伤心，是这样哈。他说这个他们是为了要守护地方，济弱扶危啊，才投入救灾工作。你们这样子误导社会大众，除了伤害善心单位之外，还会打击志工士气。就是这些人，他以为他打击的是花莲县政府，其实他打击的是像城隍庙。这是城隍庙讲的，不好意思，这就是被那些人攻击的城隍庙讲，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城隍庙讲的。花莲光复乡都没有去过。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你何必要转移焦点呢？不要心虚，不要心虚。我在讲这件事情，我在讲这一件事情，这是城隍庙讲的。所以你以为你在攻击我，其实你还是在攻击城隍庙。我讲的是城隍庙讲的东西，不要转移焦点呐。你何必要怕我论述嘞？为什么怕我论述嘞？你为什么怕我论述嘞？我讲的是城隍庙说的嘛。是城隍庙，你是骂城隍庙是不是？我是骂你。我讲的是他说的呢，他写的啊，不要伤害善心单位跟志工士气。昨天钟佩君所讲的话，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你何必要转移焦点呢？钟佩君昨天的不要转移焦点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我们讨论城隍庙便当的事，不要转移焦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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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要转移焦点啦，然后再来哈。还有人呢，在网络上散布说，哎呀，花莲县政府买了一堆什么独轮车啦，然后放在一个地方都不用，你们花莲县政府在干嘛？花莲县政府，你何必要怕我论述嘞？为什么怕我论述嘞？你为什么怕我论述嘞？我讲的是城隍庙说的嘛，是城隍庙。你是骂城隍庙是不是？我是骂你。我讲的是他说的呢，他写的啊。不要伤害善心单位跟志工士气。昨天钟佩君所讲的话，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你何必要转移焦点呢？钟佩君昨天的不要转移焦点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我们讨论城隍庙便当的事，不要转移焦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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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要转移焦点啦。然后再来哈，还有人呢在网络上散布说，哎呀，花莲县政府买了一堆什么独轮车啦然后放在一个地方都不用你们花莲县政府在干嘛结果人家跳出来澄清了，说拜托一下好吧，这批独轮车我们28号傍晚才运到糖厂交付，被你说的好像这批独轮车
不给领，不是这种假消息太多了吧？花莲县政府也被迫还给个9个 QA 去澄清，譬如说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去那个收容所领便当，然后被要求出示识别证，然后就痛骂说：“哇，那现在要识别证才能领便当哦，难怪便当放到臭酸。”花莲政府澄清说：“你知道什么？他说领便当干嘛要识别证？是收容所里面的灾民识别证有识别证，因为你出入要安全管制嘛。那你没有，你不是里面的灾民，你进来当然会被问你有没有识别证，不是说你要识别证才能领便当。如果你要领便当，很多地方可以领啊。”对不对？有定点的地方可以领，然后有那个巡回地方，还有那个村里长的系统可以领。你自己搞错，没有识别证，结果你可以把它扭曲成说要识别证才能领便当。这种类似的这种讯息，花莲政府现在要救灾，同时还要回复这些谣言，那这都是为了要攻击傅昆萁啊。我觉得哦，这些所有去到这个花莲的这些民间团体，其实出了光复车站，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帐篷。有很多的 NGO 在那边摆各种帐篷，然后你去到现场之后，他现场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你没有带铲子的，你可以到这边哈，这边有铲子，然后有雨鞋，你可以在那边穿，然后接下来会有相关的人力哈，可以带你去说哪一个地方需要更多的人力。这一些很多的民间单位在第一时间自发性的，包含慈济，也都到了现场来去做支援。那当然，我们刚刚讨论这么久，那县府所扮演中间协调的角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刚刚原子讲了一大堆，那可是问题是，灾民有感受到吗？这些花莲的居民有感受到吗？第一个，当然撤离这个事情不用再谈了，反正现在花莲地检大家都在查，到底责任在谁的身上。但是现在正在救灾的时刻，在整个物资的调配跟协调，如果你花莲县政府认为你已经管控不了这些物资了，你没办法处理，你志工不要再这么多人了，你没办法处理了，你请求中央支援，亦或是你就叫大家不要来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啊，但是我的问题是说，这一些爱心跟资源，我们都不应该去浪费，更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些志工朋友觉得很心寒啊！我本来以为哦，叶元之去这个我们在回应这个钟佩君的话题的时候，我以为钟佩君这个话大家应该都不会认同，没想到叶元之居然还跟着下去讲。我觉得这事情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一些志工伙伴连不是台湾人的这些韩国人，我也看到有一些外国人就这样子骑着摩托车就去到花莲。那这些志工朋友，你们把他们当什么呢？他们难道是领钱去那边煮饭的吗？这些食材也是用他们花钱的、你为什么要扭曲别人的话？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谁这样子讲我的意思是说，钟佩君所讲的那个事情，钟佩君也不是那个意思、啊。钟佩君是讲说，哦，有人因为没有吃到饭而饿死吗？他讲的是，对不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到底为什么这一些爱心我们要好好的送到灾民的手上，但是你们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陈述？这些志工朋友，我只能说真的很心寒啊！来，将军，我要告诉大家哦，有了，钟佩君昨天的确有讲，我们刚刚听过了，那是逐字稿，我们没有造谣，他完全有讲，讲的对或不对，其实国民党自己的原住民立委都讲了嘛，这当然是伤害了，黄人讲的嘛，这当然是伤害，因为每一个志工去都没有所求，只希望降低光复乡民的痛苦，就这么简单哈，所以你这样讲不对了，我说讲错就讲错，本来就不对。那另外，其实讲到说能不能够24小时之内撤掉8000人，我们真干过这种事，我们真的干过这种事，因为这一次光复乡的撤离跟88风灾的撤离不一样，88风灾是我们接到撤离命令的时候已经在下大雨了，已经下大雨，所以我们的军卡是冒着大雨一户一户去接受哪些行动不便，这8000多人不可能光复乡8000多人都行动不便，不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你告诉他自己可以离开，他甚至开着车离开，他车不会被水淹啊。所以如果你24小时内你强制告诉他一定要离开，不然会淹水，我相信能够自己走的人一定走光。哪些人不能走？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家里面这个没有大人照顾的这个老人家，我觉得这些人是要撤离。这种人大概好了，光复乡100个好不好？够多了吧？100个撤不完嘛。我一个连就可以执行完，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你只要是有强制撤离而未撤离，这个就有行政责任，这就有行政。所以第一天我就讲，只要出人命了，地检署一定会介入。当年88风灾有没有介入？有介入有介入。你只要出人命，你一定要介入，要给这些家属一个交代嘛。另外我在讲第二个其实很多人讲说，为什么第一天军人不接管？军人不能随便接管。我参加过921救灾，我参加过88风灾的救灾，
我要告诉大家，所谓军人接管，我们是奉命行事，军人是奉命行事。中央或者是地方有请求中央发布叫做紧急命令，我们才能接管。你没有发布紧急命令，军人到那边就想说，哎，乡长，从今天开始这边听我的，你不是军法，不能随便。那么这个紧急命令通常都是说全国性的灾害，像921，那不只是台中，不止南投，那全台湾都有灾害，所以发布了紧急命令。所以军人那时候，当时的总司令好像叫陈振香吧，他才是全国开始军方接管。那么88风灾有没有发布紧急命令？有，因为88风灾不是一个县市，我从台南救灾救到高雄，救到屏东，它只是南部整个大规模的灾难发布了紧急命令，军方统一介入。可军方介入指挥管制，不是说县长听我的，市长听我的，不是。我们通常做的是什么？你知道，是像这样，这个状况，今天中央有没有发布紧急命令？没有哦。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全国性的灾难，这是花莲县光复乡聚焦在这个乡，这个乡大概是1万多人，面积大概是全花莲县的3.6%。那这个区域的局部区域的灾难，现在中央进驻的叫做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不是指挥所。所以这位我以前我的长官季连成季中将，他也不是指挥官，他是总协调官。总协调官的任务是什么？是协助指挥官完成救灾相关调派与资源需求。这是中央协调官要做的事。所以说应该要怎么样？其实这个状况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说军方所有的中校这些联络官全部纳管，因为他以前是中将嘛，他以前是八军团司令嘛，所以这些以前都是他带的部署嘛。他说你们每天来这边开会，为什么？要回报什么事？因为阿兵哥每天都在各村里面做救灾、做整理，他要知道哪一个村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我要多少独轮车，我要多少兵力，然后这个进去的志工有多少，兵有多少，我告诉你，送给兵吃的，送给志工吃的是2套系统。阿兵哥送过去的是国军正统的补给系统，给阿兵哥吃便当。那么志工呢，是这些我们筹募到的便当或者是物资。给志工、给灾民使用，所以每天要变。所以为什么他说从今天本来就要开会？那么大家说为什么做这么辛苦？中央也被骂，地方也被骂。我告诉你，我去救灾没有不被骂的。我从921到88风灾，到了第一线没有不挨骂的。为什么？那种资讯来是千头万绪啊。那不是说你这样很有系统，报告我那边缺3个人，没有，是一个村民或是一个老百姓就过来。你们的阿兵哥在干什么啊？我们缺人，你知不知道？各位，这叫情绪，我们都可以体谅。阿北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马上派要多少人来坐下来，我帮你填。这是这样，而不是来这边生气之后，你有没有灾民证？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他脸上长的就是我需要帮助嘛，你还跟他要灾民证？所以我才讲将心比心，在最后这段时间，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会受到很大的责骂。但是责骂的目的在于什么？做好事情。你要吸收他们的生气，把他们的生气化为服务还给他们。另外，我讲会不会查办，一定查办。中央有没有责任，地方有没有责任，我们都不用吵。当地检署查下来之后，是谁的责任，责任归属清清楚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钟佩君昨天讲的一段话，我倒是认同了。如果可以准时撤离，这18条人命不会没有。但这18条人命是中央的问题还是地方的问题？我相信地检署都在查，这跑不掉了。但明凤，光看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我们先不讲前面咯，就已经到后面救灾，包括刚刚讲到今天派了，包括纪仁成政务委员以前是中将，那一定是因为有某种原因知道说在协调的过程当中，那一定出了一些的状况，要不然不会这2天有医疗团队说他受阻，有包括义主团说那为什么我们这样感觉上好像 hold him go regime， 然后你们不需要，无所谓。我本来就是来帮忙的，你们这样的，那我们就走。当你看到那个义主团跟花莲县府人坐在那个地方，人家当然会抱怨，我来帮忙。全国刚讲有100多位他不是没事干的，他也要讨生活的人那些资源也是人家这样送来的。对啊，我就说这个，我们不要讲前面啊，前面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一下叫你撤，
从几600多就要变成8000多。其实9月22号早上7点，9月21号晚上就已经通知是1800户了啦。哪有什么一个24小时里面暴增8000人这回事？没有嘛。那不过这个都是后面我们就看你花莲县政府一组团人另一个人自己出面在那边讲说我的白饭被挡在了山下，那你就显然说你花莲对于这个灾区的管理就是管理不当嘛。全国刚讲有100多位他不是没事干的，他也要讨生活的人呢，那些资源也是人家这样送来的。对啊，我就说这个，我们不要讲前面啊，前面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一下叫你测从几600多就要变成8000多。其实9月22号早上7点，9月21号晚上就已经通知是1800户了啦。哪有什么一个24小时里面暴增8000人这回事？没有嘛。那不过这个都是后面我们就看你花莲县政府一组团人另一个人自己出面在那边讲说我的白饭被挡在了山下，那你就显然说你花莲对于这个灾区的管理就是管理不当嘛。然后城隍庙的饭，然后呢这个一组团的饭你都没有做整合啊，你才会变成这样。然后总统到了你也不去参加会议，然后就隔了10公尺那边打电话，还是总统打给你的。我请问一下，你一个灾害这么大的发生了，中央政府总统最高元首下去了，那你不跟他碰面商讨说你整个灾害的管理，你需要中央什么样的补助、什么样的辅助或是什么样的帮忙，然后你在你自己的这个县政府的灾害中心这边开会，然后呢地方只隔10公尺。那我们都当然怀疑你整个花莲县政府在管理灾区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嘛，包括医疗团队是哪里？是慈济的慈济是花莲本身就是在花莲生长的，他竟然也下不了山，然后还要院长自己打电话去什么给卫福部说这以后都还要卫福部说以后都可以通行，所以你那我就请问一下，你花莲县政府为什么慈济的医疗团队没有办法？用这个车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接应的地方，还要他们用步行的走到什么某个地方，车才可以接应呢？然后中间还有个医师好像脚有受伤这样子呢？那这整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标准说这个人有那个可以通行，那个人不能通行啊？这个人可以煮饭，那个人不可以煮饭？那你整个就是说，你整个我们不想说你撤离有没有尽责啊？因为这个高雄在这段时间3个月，他也撤离过3次了。他的黄色警戒的时候就给你撤离了，1个小时可以撤离1000人呐。然后呢，你不撤离的话，我罚你25万元呐。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地方政府同时在执行撤离的时候，其实就有差别了。那我们不要讲撤离，我们讲你灾区的管理，看起来就是很混乱嘛。那混乱的同时，我觉得这样大的灾害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处理的，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中央要派人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商量，不跟他合作，不跟他这个所谓的接触，这个共同开会，然后你要中央设一个灾害管理中心，你地方又设一个灾害管理中心，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能够合并。然后呢，这个东边有人叫我觉得佩君讲那种话，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我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帮花莲县政府这种灾区管理做一个辩护，所以我觉得他是无意中讲出来的，所以让人家做文章。但是问题是你真正凸显的就是你这次花莲县政府在先前你县长出国之后的这个撤离工作是不是到位？到灾害发生之后，你这些灾民的这个庇护所是不是这个洗涤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灾区的这个所谓安置的地点到底有没有管理好？就是你整个灾区的管理发生很大的问题，才会有陆续的说抱怨这个抱怨那。所以你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检讨，你不要去怪别人嘛。来，侯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做的都很烂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件事情啊，不是中央烂，地方也烂啊，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说义士团上不了山，看到有人义工到那地方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我要走2个钟头之后才可以再回来。
2公里之后才可以回来，有人开了重机具去之后，没有人引导他去哪里，好，这些都是事实，对不对？啊，中央嘞，刚刚将军也讲了，他当初帮忙撤离过啊，对不对？现在国军有去撤离吗？现在没有发布紧急命令，国军是不是还去了？你国军为什么说我要不要进民宅也要等总统？我等到铲子超人满街都是的时候，国军才需要征派。好，刚那个敏凤也讲了，这种东西本来就超过地方政府的能力嘛。好，那你中央到现在地方，它现在还是两套系统啊。那不是总统去你让我讲完嘛？开会呢？我就回头问嘛。好，花莲县政府说我整套系统交给你中央，你中央要吗？不要嘛，大家宁可一起被骂嘛，对不对？大家中央宁可一起被骂，到现在还是2套系统啊，对不对？既连成下去了，还是2套系统啊，对不对？所以叫协调所。对啊，所以大家的状况是说，宁可一起被骂嘛。你中央其实是可以接管的，别的地方是这样。你将来以后这是 SOP 吗？每次发生风灾的时候，中央跟地方都各设一个，还是说如果民进党政府的民进党执政县市就只有一个，国民党执政县市就2个？你到现在为止一个议题跟一个溃坝，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对不对？然后你国军的状况的确就这样，你都在等嘛，等到民间都做完了，我才让你看到你国军来，这会正常现象吗？而且我要讲说，佩君讲的话当然是不对嘛，好，就是说你地方政府做的不好就要认嘛，好，但回过头来讲，我今天回头问嘛，王定宇这个事情，卓荣泰讲说这是应对自我防卫的方式，拜托，事情发生这么久了，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回答这一题，你还给我答成这样。灾民在那边水深火热，你民进党在自我防卫，你从你行政院长讲出来，你好意思吗？来，文君，我们现在谈的是花莲的救灾嘛，但如果你今天身为政党的政治人物，你就知道他们救的灾跟我们谈的灾不一样嘛。他们谈的是这个事件可能会对政党产生的灾害，所以你会看到绿的一定质疑蓝嘛，那蓝的一定质疑绿嘛。所以就是中央地方就大家互干嘛，然后政治人物就分2边嘛。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对不对？然后你国军的状况的确就这样，你都在等嘛，等到民间都做完了，我才让你看到你国军来，这会正常现象吗？而且我要讲说。佩君讲的话当然是不对嘛，好，就是说你地方政府做的不好就要认嘛，好，但回过头来讲，我今天回头问嘛，王定宇这个事情，卓荣泰讲说这是应对自我防卫的方式，拜托，事情发生这么久了，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回答这一题，你还给我答成这样，灾民在那边水深火热，你民进党在自我防卫，你从你行政院长讲出来，你好意思吗？来，文君。我们现在谈的是花莲的救灾嘛，但如果你今天身为政党的政治人物，你就知道他们救的灾跟我们谈的灾不一样嘛。他们谈的是这个事件可能会对政党产生的灾害，所以你会看到绿的一定质疑蓝嘛，那蓝的一定质疑绿嘛。所以就是中央地方就大家互干嘛，然后政治人物就分2边嘛。就其实这个现象正常，我其实只有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啦，你说今天这个撤离的人数，我就只问一句嘛，灾情本来就是变动的，不是吗？哪一个灾害会按照 SOP 1个月前跟你预告，不好意思哦，我这次要冲的面积有多大？我这次要冲多少人？不会嘛，它本来就是变动的嘛。所以他真正在考验的是，那我们平常搞什么万安演习，我们平常搞什么防灾救灾演练，我们平常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他会提早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3天前给你预告，5天前给你预告，不是嘛？都是当天会发生的演练，不就做这个嘛？那就代表我们的演练有问题嘛？我讲白是这样啊。我们过往看到的那个演练，虽然跟你讲实兵，但是它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已经演练过300次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要站好那个位置。为什么状况一发布，每个人都知道，在特定的时间点一定要赶到那个位置上。今天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嘛。从一开始争论什么，你7月份跟我讲，8月份跟我讲没事，结果9月份，我就觉得当你在讲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那我们的地震警报不是就是前2、3秒、5秒的事情？他就让你多一点的时间嘛。
所以政治现在反而成为在这件事情上最可怕而且最可悲的地方啊！我那天在节目上面讲说，那光复乡，你今天那一天23号早上7点18分，你们有没有接到电话？马上有人来我这边洗，你知道吗？那傅昆萁的网军出现了，把责任往地方推啊！你们把这个什么帮傅昆萁讲话，我说你要不要先搞清楚我是谁？还好他秒删文，就是他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觉得唯一今天我听到一个还算是我不能讲好消息，比较正面的，马太安溪的那一个引流已经完成了，最少他不会，所以他代表什么？有在做。对于中央来讲，因为好，你今天真要扯这个，他一定想说，哎，你那个堰塞湖就是中央管嘛。元之刚刚讲那2个洞，我跟你讲，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讲这件事情了啦，不是只有国民党会去看那2个洞啦。当时水保那些讲说，我为什么开那2个，是因为如果市区有淹水的时候，方便水排出去。他事后说他的补强，但你真的到现场去看，因为有媒体到现场去拍啦，他那2个那个所谓的缺口的部分，事实上它的断面是非常残缺的，代表它的水一定大量从那个地方去，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切面。上个礼拜就已经在讨论这件事情了啦。这个就是中央把那个题引到正常的那个比较没有在往市区淹嘛，这是中央的工作。那你一些煮饭什么，那不是地方政府应该做的吗？所以就回来谈嘛。今天大家再回来看的就是说，当今天大家去把这个物资送到这个地方去，老实说啊，刚刚提到说要识别证的这件事情，我完整的把花莲的说法说清楚啊。对，他没有所有人都需要，他有讲嘛，是这个所谓的收容所才需要。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县府应该要再加强宣导，让大家知道措施是什么，不要造成误解，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嘛。大家热心的把物资往这边送，你接下来3天连假啦，还有人排队要再去。你相关的资讯没有让他清楚的知道我什么东西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对他来讲，他就觉得这些东西是被浪费的。这个事情你告诉我跟谁接管有什么关系吗？最了解地线，今天在那边扯撤离人数，说不知道撤离多少，那你地方跟中央会不知道？你每天民政单位，你就必须把你当天所有户籍更动的人数必须要往中央报吗？你怎么会没有掌握人数？你说他不在籍的这个在籍不在户的，那你本来就要用人力下去做，所以我唯一只有一个结论嘛。过去所做的这些所谓的防灾的演练，看起来在这一次里面就是完全破功嘛。OK， 其实对所有的灾民来讲的话，那真的未来的日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过，怎么样能够让生活尽快的恢复？对所有的志工来讲的话，满满的爱。到了现场，希望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些效用，不管叫中央叫地方，怎么样能够让光复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一些生活，那这是全民大家希望能够看到的，不要再有更多的口水。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